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萨偏偏，欢迎来到最近频繁更新、好久没有割过的偏偏悬疑社。本期悬疑社的主角是美国史上最猖狂的连环杀手，他屡屡犯下命案，整个旧金山为他全城宵禁。他却顶风作案，还主动将线索编成字谜，登载在报纸头条，号召警察甚至全社会一起抓他。抓不到，还写信大骂警察是蓝皮书。最离谱的是，警方追凶60年，他却至今逍遥法外。可以看出，之后很多悬疑罪案剧，包括正在连载的《窥探》，都从他身上汲取了灵感。此人就是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十二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根据十二宫悬案改编，由钢铁侠小萝卜唐尼、神秘客杰克·吉伦哈尔和绿巨人马克·鲁法洛主演的同名电影。关键提示：本期悬疑社我将在电影基础上增加大量真实案件中的细节线索，同时进行知识点科普。所以这期视频绝对和你以往看到过的任何版本的十二宫解说都不一样。故事开始于1969年7月4日的美国加州威市，人们正沉浸在庆祝独立日的欢乐氛围中。正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大鼻孔和牙套妹这对青年男女将车停在寂静无人的路边，准备下一盘象棋。可惜天公不作美，一辆汽车悄然停在他们身后，下来一名神秘男子，向他们步步逼近。在强光手电的照下，很难看清他的面貌。 Man, you really creeped us out. 几分钟后，威市警方接到报案，报案人准确说出了案发地和受害者的情况，并宣称自己就是凶手。不光是这件案子，去年12月有件双尸案也是他干的。警方立刻追踪电话源头，一直查到一个公用电话亭，然而凶手却早已逃之夭夭。电话里提到的所谓双尸案，是去年12月20日发生在威市边界的凶案。一对高中生情侣深夜遭人枪杀，男孩被一枪爆头，女孩则被乱枪打死，凶手不知所踪。没想到时隔不到1年就再次作案，牙套妹当场身亡，重伤的大鼻孔侥幸生还。据大鼻孔回忆，凶手是一名身高1.8米、一头卷发的健壮男性，最特别的印象就是脸特别大。此时警方还不知道，这个看不清面目的男人将成为所有美国人的噩梦。4周后的旧金山市，我们的男主之一老吉终于登场了。工作时，他是旧金山纪事报的政治漫画家，专门画一些讽刺政坛的连环画。生活中，他则是一名单亲爸爸，和儿子相依为命。今天一早，纪事报收到了一封信，信件的内容简直匪夷所思。寄件人称，从去年开始，自己已经犯下2起命案。为了验明正身，他还在信里列举了诸如案发地点、凶手使用的子弹型号，甚至受害者的死状等诸多细节。能接触到这些细节的人，除了警察，就只有凶手本人了。信件没有署名，而是留下了类似十字准星的符号。除此之外，信封里还附有一张密码。寄信人称，他的身份就藏在这张密码里。纪事报手里是1/3，剩下的部分分别寄给了另外2家报社，3份密码合计408位。这就是后来在全美引起轰动的 Z408 密码。寄信人要求报社将密码刊登在头版头条，如果在8月1日中午下午他还没有看到密码，就要大开杀戒，直到杀满12人为止。而今天就是8月1日，编辑部顿时炸开了锅，不登凶手就会继续作案，可要是登了，就是帮助凶手传播恐慌。万一这是一场恶作剧，那报社将沦为公众的笑柄。关键时刻还是主编一锤定音，他深知真实性是新闻的灵魂和生命，就安排放荡不羁、爱自由的社会版记者第二男主妮妮向威市警局核实命案信息。果然从威市警局西署那里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最终报社决定将密码刊登在第4版，并掏出了$20的巨款，悬赏能够破解密码的奇人异事。全报社只有一个人将重点放在了密码本身，那就是我们的老吉。他偷偷将密码抄了下来。He won't keep his name. 老吉为啥这么说？咱们暂且按下不表。密码已经刊登，就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短短12小时内，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海军情报中心等各情报机构的精英们都拿到了这份密文，立刻展开破译工作。可没想到3天后，却是一对教师夫妇抢先破译了密文。倒不是说高手在民间，而这位凶手使用的加密术实在是太小儿科了。那些专业机构的精英被密码符号唬住了。这串密文里至少包含了希腊字母、摩斯密码、海军奇遇、气象符号、占星记号等7种密码，想想就头疼。没想到这些都是障眼法，他用的加密技术其实是最简单的替换式密码。所谓替换式密码，就是将需要加密的文字用不同的符号一一替换，替换的规则称作密钥，得到的那堆看似复杂的符号叫密文。例如小编说大片，我们可以用首字母 SPP、LDP 代替，这就是一种替换式密码。现在饭圈话术里那些真情实感，还有克诉我了，也都算替换式密码。这类密码的破译难度并不高，毕竟英文只有26个字母，而且在单词中的排列存在规则，字母的出现频率也不尽相同。在现代英语的语言环境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 E， 而最低的是 Z。那么出现频率最高的符号就代表字母 E， 以此类推。机器人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于是他用不同的符号来替换同一个字母，让每个字母的出现频率相对统一。
从而提高破译难度。这种手法也被称为谐音替换法，然而并没什么卵用。刚刚也说了，英文一共就26个字母，多试几次也就试出来了。福尔摩斯探案集跳舞的小人一案中，当地黑帮就发明了一种密码，其谜团就是一个个跳舞的小人。福尔摩斯将英文中字母使用频率和小人姿势出现的频率进行比对，最终破译了密码。而最早出现这种密码轨迹的侦探故事是侦探小说的鼻祖爱伦坡的《金甲虫》，推荐有兴趣的小伙伴抽空看一看，保证精彩。要是不好看，我当场就把这个电脑屏幕吃掉。场外信息到此为止，让我们言归正传。尽管成功破译了密码，但结果和老吉当初推测的一样，密文里根本就没有凶手的个人信息，只有他的杀人动机。凶手说自己杀人纯属兴趣使然，猎杀动物的快感和杀人带来的快乐，两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他笃信自己死后会上天堂，而那些被他杀害的人都将成为他的奴隶。此处出现了3个细节：第一，寄信人的原文有大量语病，看似文化程度并不高；第二，原文中出现了危险动物这个词，老吉总觉得在哪儿见过，这是个伏笔，咱们待会儿会说。第三，尽管那对夫妇破译了信件的大部分内容，但密文的最后一行却怎么都破不出来。不光他们不行，各机构的精英们也都搞不定，即便强行破译，得到的也都是毫无意义的乱码。警方猜测，这段内容是寄信人为了迷惑破译人员随手瞎写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刊登密文时，报社在密文下标注了一段话，大致意思就是我们不能确定写信者就是凶手，希望他再写一封，用更多细节证明自己。果然，报社很快就收到了第2封信，信件内容和上一封大同小异，只是增加凶手为了在黑暗中行凶，在枪口安装了手电筒这一细节，与大鼻孔的口供吻合。而且这回凶手给自己起了个代号 Zodiac 12宫。一晃1个半月过去了，案件侦破毫无进展，新的案件却接踵而至。距离威市不远的加州恩市，一对情侣正在僻静的湖边享受着二人世界，没想到一名持枪男子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男子黑布蒙面，胸前正印着象征着12宫杀手的十字准星。蒙面男勒令他们交出钱包和车钥匙，并掏出绳子将2人五花大绑。小情侣本以为对方只为图财，不会害命，就顺从的一一照做。接下来的情节和7月的凶案如出一辙。警方接到凶手的报警电话，受害者为情侣，女的被乱刀毙命，男的再次侥幸生还。凶手还在情侣的车上留下了12宫杀手的标志，还有威市2起谋杀案的日期。这起发生在恩市的案件也被散在了12宫杀手的头上。警方忙得焦头烂额，报社里的老吉和妮妮也正为12宫绞尽脑汁。这次的案件和前2案有所不同，12宫杀手居然选择在白天作案，所以即便是在僻静的湖边，也还是有人目击到了12宫杀手的身影。年龄介于28到40岁之间，体重90公斤以上，身高超过1.8米，一头深色卷发，身材非常健硕。妮妮百思不得其解，12宫为啥会流窜到恩市，又为啥要冒险在白天作案呢？老吉突然回忆起自己上一次看到危险动物这个词，是在理查德·康奈尔创造的短篇小说《最危险的游戏》。这部小说曾在1932年被改编为电影，讲述了海岛主人扎罗夫公爵将人类作为猎物肆意猎杀的惊悚故事。12宫和扎罗夫开头字母都是 Z， 或许这就是12宫杀手的犯罪灵感来源。为了应对12宫连环杀人案，旧金山实施全城宵禁，但这样做无疑是杯水车薪。毕竟恩市的情侣可是大白天遇害的，民众也大多不以为然，觉得12宫杀手造成的社会危害远不如穿着奇装异服的嬉皮士。更有甚者，怀疑12宫杀手是抱着为了扩大发行量而故意憋出来的噱头。直到2周后，也就是1969年的11月11日，12宫杀手再次出手了。突如其来的凶案吵醒了咱们的第3个男主警探马克叔，他和搭档大聪明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听说嫌疑人是个黑人，马克叔立马猛踩油门。别问就是美利坚警察的使命感。死者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后脑中弹身亡，他的钱包和钥匙都不见了。根据现场发现的弹壳得知，凶手和12宫使用的是同一款手枪，但这起案件与以往有几点不同。第一，案发地不在威市和恩市，而是旧金山。第二，受害者不再是一男一女，而是一名出租车司机。第三，拨通报警电话的也不是12宫，而是住在案发地附近的孩子。他目击了凶手杀人的全过程。据他所说，嫌犯是一名健壮的白人男性，戴眼镜，留平头，身穿深色夹克。马克叔有点懵，不是说嫌疑人是个黑人吗？咋一会儿功夫还掉色了呢？现场警员赶紧解释，嫌疑人确实是白人，不过我们美利坚警察习惯性指白为黑，颠倒黑白。殊不知，就因为这次失误，导致警方和12宫杀手擦肩而过。好在警方虽然放跑了嫌犯，却根据目击者口供制作了12宫杀手的肖像，也就是后世流传最广的这张。勘验人员在出租车里发现了一副沾血的手套，之后还在车里找到半枚染血的指纹，很可能是凶手留下的。
目击者称，凶手杀人后又绕到了驾驶座，拿走了一块破布，然后擦了擦车门把手，磨叽了好一会儿才逃离现场。根据与行车路线不符的行程单和汽车档位等细节，马克叔猜测凶手为了减少目击者，特意让司机多开了条街，到相对偏僻的路段再停车，好让司机有可能踩油门逃跑。凶手一直等到车停稳了才动手。这些细节说明他既聪明又谨慎。大聪明也很快发现了矛盾之处。假如凶手是谋财害命，又为啥要冒险绕到驾驶座去，掏一个在后座就能够到的钱包呢？这不符合他聪明谨慎的人设啊！3天后，《纪事报》收到的信件回答了他的疑问。信封里有一块沾血的布条。原来凶手绕到驾驶座不是要拿受害者的钱包，而是要撕下他的衣服，当做犯罪证据。这块布条就能证明写信者就是凶手。记者人称自己就是12宫杀手，和前2起案件一样，在信里详细描述了案件细节，并嘲讽警方的无能。除此之外，12宫杀手声称自己在现场留下了一些假证据，用来误导警方。这里指的大概就是那副手套和血指纹。更可怕的是，他还预告了下一个目标是校车，他会一枪打爆车胎，再将车里的学生挨个杀死。警方立刻联系教委会，提醒他们多加防范。为了避免造成社会恐慌，报社在警方的示意下删掉了信件中关于袭击校车的部分，然后将那封信登上了头版头条，搞个大新闻，凑个大流量。12宫杀手就像无处不在的病毒，随时可能出现在城市任意一个角落，无形中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尤其是和他隔空决裂的老吉。为了防止有人冒名顶替12宫，马克叔带着信向专家求助。专家虽然答应帮忙，但是态度有些过于和善。专家给出的鉴定结果显示，笔迹完全一致，12宫杀手真的来到了旧金山。为平民百姓的生命安全着想，警方立刻发出声明，公布了12宫杀手的消息，特别是他袭击校车的犯罪预告，甚至想出了向社会征集线索的昏招。整个旧金山顿时乱成了一锅粥。12小时后，旧金山警局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马克叔平均每小时就接到90多个举报电话。目前疑似12宫的嫌犯已经累计超过500名，其中不乏有欠钱不还李大妈、偷鸡摸狗张大爷、偷窥女澡堂老王头这样的传奇人物。按照这个进度，再有2-3年，马克叔就能把全市的人凑齐。另一边，大聪明也忙得焦头烂额。由于连环杀人案横跨加州好几座城市，证物被保存在不同辖区里，大聪明得和威市和恩市警局互通有无。威市警局负责此案的是西叔，一开口就是重大好消息，唯一见过12宫杀手真面目的大鼻孔，为了不淌着浑水，刚出院就跑命了。大聪明本想索要威市掌握的资料，没想到西叔反客为主，向他索要在出租车里发现的指纹，还有12宫信件的复印件。恩市警局的大胖和他配合，但犯罪现场已经被巡警破坏了七七八八，唯一的线索是在现场发现的鞋印。鞋印来自一款军靴，只有在军用品店里凭军用识别证才有权购买，说明凶手很可能是个职业军人。大胖表示可以把鞋印照片寄过去，前提是他得先收到12宫杀手那封信的备份。要是实在等不及，可以问威市的西叔要油印版。大聪明只好又联系西叔，却得知西叔那儿也没有传真机，而且大聪明要是想调查去年圣诞节的案子，还得联系旧金山的 S 郡警局。由于辖区互相覆盖，不同警局之间相互扯皮，再加上当时的通信技术相对落后，传真没普及，档案靠邮递，放在今天拉个微信群的事，前后得拖延好几周。正在这时，有2名巡警找到马克叔。案发当晚，他们就在附近巡逻，在距离出租车一个街区外看到了一个卷发平头的壮汉，无论是相貌还是衣着打扮，都和后来警方形容的一模一样。可由于指挥中心的颠倒黑白，导致他们亲手放跑了12宫杀手。看来这2位老哥就是12宫杀手在信中讽刺的蓝皮猪了。好在他俩虽然没抓到人，但清楚地见到了凶手的相貌。警方根据他们的描述，最后更新了12宫杀手的肖像。2年后，也就是1969年10月20日，旧金山警局里，马克叔和大聪明基于现有线索展开了推理。与此同时，在《纪事报》报社，老金和妮妮也根据现有资料大胆猜测，他们4人并没有任何交流，得出的结论却惊人的一致。12宫杀手一贯聪明谨慎，为什么会在案发现场脱掉手套？所以血指纹的来历暂且存疑。在前2起案件中，12宫杀手的目标是野外偷案的情侣，而且只杀女人。他似乎沉迷于杀害女性的快感中。可最近一起案子，受害者却是男性出租车司机，笔迹鉴定结果排除了模仿犯的可能，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又过了2天，时间到了1969年10月22日，马克叔又被同事的午夜凶铃吵醒。有个自称12宫杀手的人打电话给警局，说3小时后他会电话连线一档谈话节目，而且指明要律师老梅出席。于是马克叔和大聪明亲自去约老梅。这老梅可不是一般人，他是旧金山的著名律师，人称民事侵权案之王，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消息不胫而走，媒体记者蜂拥而至，包括妮妮和老吉这样的普通人都坐在电视机前，屏息凝神，等待着12宫杀手的电视首秀。演播室里的警方则在做最后准备，如果谈话进展顺利，老梅会设法将对方引进警方的包围圈；如果对方不听劝，警方还安排了监听定位，
但是以当时的技术，至少得通话15分钟才能追踪到凶手的位置。老梅心领神会，嗨，就拖时间呗，我们律师最会拖时间了。现在万事俱备，只等12公的电话了。谈话节目开始没多久，节目组就接到了疑似12公的电话。通话期间，对方还突然挂断，显然是猜到了警方在追踪。好在老梅是个老江湖，不光3言2语间就打消了对方的疑虑，还套出了重要信息。对方自称是12公，他还有个更普通的名字山姆。他曾多次试图联系老梅，希望老梅能帮他脱罪。山姆杀人也不是为了取乐，他患有严重的头痛，只有杀人才能缓解症状。山姆约老梅10点半在地市某商店门口见面，再三叮嘱他一个人来。老梅果然言而有信，说一个人去就一个人去。不出所料，直到过了约定时间，山姆都未曾露面。经恩市湖边案的幸存者辨认，打来电话的人声音比凶手更高，听起来更年轻。接到12公电话的警方技检员也确认，跟他说话的人声音更加冷静低沉，所以山姆根本就不是12公杀手。时间到了1969年11月8日，《纪时报》又收到了12公杀手来信，信中充满了对警方的嘲讽。机械人管警察叫蓝皮猪，否认了打电话参加节目的人是他，表示自己还会继续作案，但是会伪装成一般的抢劫斗殴，也不会再发出犯罪预告，更不会留下任何线索。警方永远也别想抓住他。如果事实真的如他所说，那警方先前总结出的疑犯特征将没有任何作用。出租车案那晚，警方就失去了抓住他的唯一机会。12公还随信附了一张自制炸弹的配料表，暗示自己要搞点大动静，还有一份新的密文，也就是著名的 C340 密文。往后整整51年都没人能破解，直到2020年底，也就是这部电影上映的13年后，才在数学家和电脑专家的努力下，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手段破解出来。这份密文的具体内容我会放在之后的解析部分，咱们先回归剧情。这边会议还没结束，妮妮就拉着老吉去酒吧。这1个多月来，他一直在撰写关于12公杀手的专栏，而老吉堪称整个报社最懂12公的专家，他的意见值得参考。妮妮这算问对人了，只见老吉掏出转多大的解密大王，什么叫替代加密法，哪个是12公字母表？老吉对12公杀手的密文可谓是如数家珍，信手拈来。妮妮蒙圈了，你一个报社画漫画的，为啥要花这么多精力去跟一个变态博弈？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马克叔发现了新线索，12公在来信中提到自己家里有个地下室，而加州不是东北，不是每家每户都有个储藏大白菜的地下室。可线索实在有限，调查一度陷入停滞。直到1个半月后的圣诞节前夜，家家户户都沉浸在节日氛围中，唯独一个人高兴不起来，那个人就是律师老梅。他居然收到了12公的来信，这回信没寄去报社，而是直接送到了他家。原来这段时间里，12公曾多次试图向老梅求助，甚至往他家里打过几次电话，但老梅公务繁忙，今天在加州，明天在非洲，后天就可能在广州，电话都是女佣接的。而这封上周送来的信，直到今天他才有空拆开，然后就看到了一块染血的布片，没错，就是从上一名受害者衣服上撕下来的。感谢12公还留了不少每次非典在信里作为验明正身的证据。12公在信中请求老梅的帮助，他无法抑制杀人的冲动，一旦崩溃就会出现第9个乃至更多受害者。果然2个半月后，也就是1970年3月22日，下一位受害者登场了。这位怀胎7月的女子名叫小美，正行驶在加州142号公路上，车里还有她另一个10个月大的女儿。后方一辆车突然触动按喇叭，打远光灯，小美只好将车停在路边。只见后车下来一名高大健壮的男子，向小美解释他的车看上去不太稳定，可能是右后车轮松了，于是主动提出帮忙。说完，他就到右后方鼓捣了一阵，随后驾车离开。正所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小美刚发动不久，车后轮就成了风火轮，突然出现在后视镜里，这下彻底没法开了。正当小美一筹莫展之时，先前帮她的男子去而复返，提出要带她去加油站修车。小美做出了人生中最错误的决定，居然顺从地坐上了男子的副驾。眼看汽车驶过加油站，也完全没有停下的意思。小美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强。Before I kill you, I'm gonna throw your baby out the window. 好在危急关头，小美抱着孩子强行跳车，又立刻拦住了一辆路过的卡车，吓退了托付给的男子，这才得以逃出升天。第二天，小美在警方的陪同下找回了自己的车，却发现车早就被人烧成了废铁。种种迹象表明，昨晚有人闯进这辆车，还在车里待了很久，好像在等小美回来。而右后轮上的螺丝被人拧了下来。这时，大家还没把这起案件和臭名昭著的12公杀手联系起来，直到小美去警局做笔录，无意中看到了墙上12公的通缉令。他当场指认12公杀手就是当晚企图杀害他的人。后来12公寄到报社的信里也提到了这起午夜公路案，此案就成了史上最后一件确定是12公杀手犯下但没出现人员伤亡的案子。午夜公路案就像是导火索，在接下来的1个多月里，报社和警局收到了血花般的来信，每个人都自称12公杀手。
警察决定不再刊登12宫的信件，以试探他的反应。而妮妮对此嗤之以鼻，因为他知道这些案子都和12宫无关。他带着迷惑不解的老吉来到报社档案室，不查不知道，原来这些来信里提到的案件都能在报纸上找到原型。例如其中一起杀警案，12宫声称他是真凶，可没过几天真凶就落网了，说明12宫根本没有犯案，而是把这些案件扣到了自己头上，来追逐名声，骗取流量而已。甚至就连12宫这个名字和符号都来自一款12宫牌手表。12宫在信中称自己手里有13条人命，可除了圣诞情侣案、威士情侣案、恩施湖边案、旧金山出租车案和午夜公路案这5件案子之外，没人能证明剩下的案件都是他做的。或许是为了印证妮妮的猜想，或许是警方的冷处理起了作用，在接下来的4个月里，12宫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没再给报社寄过一封信。本以为事情就此平息，没想到意外发生了。1970年10月29日，万圣节的前几天，妮妮提前收到了万圣节礼物。妮妮之所以被12宫盯上，是因为她的一篇专栏里说12宫有潜在的同性恋倾向。人怕出名猪怕壮，就连名记者赫伯·凯恩都专门给妮妮的遭遇写了篇报道，盛赞妮妮的努力为她赢得了荣誉。12宫亲自给她写威胁信，相信世界上没几个人能有这待遇。负责犯罪板块的同行们也纷纷表示惋惜，然后带上我不是妮妮的徽章，以免被12宫误杀。凡事总有利弊，妮妮确实得到了不少关于12宫的独家消息。今晚她就要去秘密会见一个线人，而她的亲密战友老吉自然要陪她。没有，老吉抛下她相亲去了。自从离婚以后，老吉一直好儿子相依为命，好不容易枯木逢春，可得把握住机会。约会对象眼镜妹也是个带孩子的单亲妈妈，她也听说过12宫的恶名。经眼镜妹提醒，老吉才终于觉察到，让妮妮独自会见一个陌生人是多么愚蠢又危险。可老吉不知道妮妮的去向，当时更没有手机和 BB 机这种即时通讯工具，他只能打电话给妮妮的老婆小辣椒，回家等小辣椒的回信。Some sleazy plan to get me to go home with you? 大家学废了吗？好在只是虚惊一场，线人真的是线人。妮妮得到了翻盘的重要筹码。12宫杀手的初次作案并不在1969年的威市，而是在1966年的加州河滨市。当年也有个类似的杀手在杀人后寄信给报社。妮妮没和警方通过气，就紧急召开发布会，向公众公布了这条重磅信息，还声称自己已经找专家比对，2封信的笔迹完全一致。这条消息的真伪并不重要，因为他已经越过警方，通过电视节目走进了全美千家万户。就算消息是假的，也成了真的。这条大新闻就像一巴掌抽在了警方脸上，甚至惊动了司法部，气得马克叔差点就要变身绿巨人。He took it to show without telling us, the son of a bitch. You know how bad this looks? Hey, 时间到了1970年的11月18日，为了核实妮妮那条线索，马克叔和恩施的大胖来到了加州河滨市警局。档案显示，案发当晚9点，图书馆闭馆后，受害人小贝和一名陌生男子离开。第二天，有人在停车场发现了他的尸体，小贝的车被人剁个手脚，凶手很可能是假意帮忙，再趁机杀害了他。作案手法很像12宫的那起午夜公路案。案发1个月后，河滨市企业报收到了一封据说来自凶手的自白信，他在信中要求媒体公开他的罪行，这一点和12宫追求名声的特性吻合。企业报刊登了自白信，却被激起半点水花。过了半年，凶手看没人搭理他，又给报社、警方和死者家属写信，信件和12宫一样付了双倍邮费。几个月后，有人在学校仓库里发现了一块刻字的桌面，信件和桌面上的字迹经比对和12宫完全吻合，种种迹象都表明此案的凶手确实就是12宫。可河滨市警方对此不以为然，因为他们锁定了另一位嫌犯，可碍于证据不足，无法将这个人捉拿归案。大胖心里一惊，按照12宫最近的习惯，假如凶手真的另有其人，很可能是12宫在报纸上看到了新闻，就写信给报社和警方，再将案子扣在了自己头上。也就是说，杀人的是不是12宫不一定，但写信的人板上钉钉就是12宫。妮妮误打误撞，还真找到了关键线索。不过这让马克叔这些查了1年半却还在原地踏步的警察们连往哪搁呢？河滨市凶案时隔14年再次登上报纸，媒体擅自认定此案是12宫所为，又擅自向公众征集线索，全加州的精神病顿时齐聚一堂。警局里人山人海，锣鼓喧天，有提供所谓内部消息的舅舅党，有警告警察不要多管闲事的模糊用户，甚至还有自称12宫杀手来自首的。Have you considered the killer might be Paul Avery? frequently. 线报虽然多，却没一个靠谱的。直到8个月后的1971年7月26日，调查终于在一个平平无奇的下午迎来了重大转机。不过由于这次的解说实在是太长了，所以我们会分为上下期播出，相信大家也都看累了吧。今天的片源悬疑社在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在下期视频中，本案的关键嫌疑人即将登场，马克叔能否将他捉拿归案？那肯定不能，毕竟12宫案至今悬而未决。但是在长达10以内的长跑中，老吉拿到了关键线索，并成功锁定了另一个嫌疑人。这个人会是12宫吗？
深陷其中的老吉又将遭遇什么样的危险？12宫案为何一直悬而未决？12宫杀手究竟是谁？他留下的 Z340密码为何整整50年无法破解？又能如何在高科技的帮助下迎刃而解的？最关键的是，12宫在密文里都说了什么？跳出案件本身，12宫案又折射出了哪些社会问题？本期点赞过，这个大家看着办吧。反正12宫下期已经在路上了，赞的越多，我就干得越快。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喜欢我的解说，请按一个喜欢，也要记得点击右上角订阅我的频道。那么我们下期再会，拜了个拜。